联想 ThinkBook 我们做过很多期评测了，最近这个系列推出了一个爆款型号，呼声很高，私信里问的人很多，它就是 ThinkBook 16P。这台电脑是大屏全能本，机身薄，配置高，甚至还配有独显智联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价格不算贵啊，首发售价8499元，看起来挺香的。那么这台电脑实际表现如何呢？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实测一下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配置 ，ThinkBook 16P 搭载了 AMD 的 R75800H 处理器，8核心16线程。独显是 RTX 3060 Laptop， 最大功耗为75瓦，内存为双通道的 16GB DDR4 3200兆赫兹，板载加插槽的设计。固态硬盘是 512GB 的西数 SN730 PCIe 3.0/4速率。屏幕部分，它搭载了一块16英寸2560×1600分辨率100%sRGB 色域的 IPS 屏，16:10比例，刷新率则是常规的60赫兹。这台电脑的首发价格为8499元，目前的参考售价为8999元。下面先来看一下外观。这台电脑采用了 ThinkBook 系列熟悉的配方，机身采用了金属材质 ，A 面为银灰双拼设计，下方有 ThinkBook 的 logo， 中间的分界线正好是黄金分割比例的位置，讲究。屏幕可以轻松的单手开合，最大开合角度为180度。得益于16:10的屏幕比例，它的屏占比非常高，达到了93%。而且呢，上方集成了摄像头模组，支持红外人脸识别和光线感应，商务人士对这方面应该会有一定的需求。C 面电源指纹2合1按键位于右上角，键盘布局不用说了，很科学。触控板的面积比较大，位置看起来有些偏左，手感中规中矩。地面是常规布局，一排长脚垫，中间是大面积的进风孔。整机厚度17.2到20.5毫米，机身重2000克。这台机器的厚度控制的还不错，而且呢底壳外侧做了切割，实际上手的感觉会更薄一些，但是重量比类似配置的全能本更沉。同时呢，因为机身薄，掂起来整机的分量感会更明显。而且它的原装适配器是230瓦的，重量接近900克，也不轻。出门时我建议你带上 PD 充电器，这样的肩膀会更舒服一些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接口，左侧为一个3.5毫米的耳麦口和 SD 读卡器，右侧为2个全功能的 USB-C， 后侧有2个 USB-A， 都是3.2正2速率。这台电脑没有 HDMI， 外接显示器可能需要通过扩展坞来实现，有些不太方便。这个接口配方让我感觉非常熟悉啊！我们找到了 R9000X 的接口图，一看，居然是一样的。那是不是可以认为？没错，就是你们想的这样。下面进入拆解环节。这台电脑拆机不难啊，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底盖固定的非常紧，想拆开必须从后面下手，用点巧劲。拆开之后，不能说一模一样吧，只能说两台机器的内部结构大体相同。最下方是71瓦时的电池，实测 PC 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9个小时11分钟 ，PC Mark 8的续航成绩为6小时53分钟。PC Mark 10对应低负载 ，PC Mark 8对应中等负载，大家可以综合起来参考一下。中间的屏蔽罩下是一根8GB 3200兆赫兹的插槽内存，和板载的8GB 共同组成16GB 双通道，实际跑分如图。左侧是 Intel 的 AX200无线网卡，支持 WiFi 6。原装的固态硬盘是一根512GB 的西数 SN730，跑分如图所示。右侧还有一个预留的 M.2 接口，可以自行加装硬盘。上方是散热模组 ，ThinkBook 16P 采用了双风扇4热管的散热，其中上方一根热管是用来给供电和显存部分均热的。那么这台机器的散热表现怎么样呢？我们通过烤机来试试吧。室温25度，把机器切换到野兽模式，单烤 FPU，CPU 的温度为83.9度，功耗53.5瓦，频率3.5G 赫兹。单烤显卡 RTX 3060触发动态功耗增强，温度70度，功耗75瓦，频率1687兆赫兹。双烤 CPU 的温度86.6度，功耗35瓦，频率3.0G 赫兹。显卡温度78度，功耗70瓦，频率1642兆赫兹。表面温度看图，键盘中间有一大片高温区，温度最高的键帽为 F8 46.9度，比较热。噪音方面，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为46分贝，这个数值远低于主流的游戏本，和大多数全能本处于同一水平。从这些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，ThinkBook 16P 的性能调教偏保守。这台电脑虽然采用了 R9000X 同款的散热，但是两者的调教风格完全不同。我们把它们双烤时的数据拿来比较一下，可以发现 R9000X 性能释放更加激进 ，CPU 和显卡的散热一共多了15瓦，但是此时牺牲了噪音。而 ThinkBook 16P 的散热策略偏向静音，功耗虽然低，但是噪音更低。不过这个模具因为比较薄，所以说表面温度控制的就不那么好了。长时间负载时，键盘还是比较热的。接下来是性能环节，这台机器采用了今年的新配置 R75800H 加上 RTX 3060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CPU， 在 Cinebench 20的循环测试中，这台电脑的得分在4750分左右波动，最后会小幅下降到4600分。从跑分时的功耗可以看出，
前面11次跑分时 CPU 功耗都能维持在65瓦不动，而最后4次则会出现功耗逐渐降低的情况。然后是显卡，这台电脑搭载了一张60到75瓦功耗的 RTX 3060 Laptop， 支持15瓦的动态功耗增强。跑分方面，75瓦的3060会比游戏本上的那种高功耗3060弱一些。不过呢，相比3050 Ti 这种入门级独显，它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。同功耗下能有20%到25%的性能提升，而且爆显存的问题也得到了缓解。具体到实际应用方面 ，Adobe 3件套 ThinkBook 16P 的成绩不算很高，可以满足主流的内容创作需求。毕竟功耗调教偏保守，这种表现也是情理之中的。而在反映工业软件性能的 SpecView 2020中，这些测试更偏向显卡 ThinkBook 16P 因为显卡功耗限制，分数表现比较一般。除了生产力部分，我们也尝试用它来玩一些游戏。原生 2K 分辨率对于这张低功耗版的3060来说压力太大了。这里的游戏我们都采用 1080P 进行测试。用这台机器来玩游戏有一个好消息，也有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它支持独显直连，对于一些高帧数的游戏来说，它不会受到核显的限制。坏消息是它的内存板载为 2BG， 会限制部分高帧率游戏的帧数。从成绩可以看到，这台电脑的游戏表现还行吧。除了地铁和2077这两款比较吃显卡的游戏全开跑不到60帧以外，其他大型单机大作 1080P 都能玩。网游的表现也只能说中规中矩 ，Dota 2 136帧 ，CS:GO 455帧。可惜屏幕不是高刷新率的，否则这个配置用来当个主流游戏本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总的来说 ，ThinkBook 16P 的性能表现符合预期，它的性能并不算激进，但是呢也能满足内容创作和主流游戏的需求。相比于拯救者这种追求极致性能释放的游戏本，更高的便携性、低调的外观，还有安静的办公体验，才是这台电脑的主要优势。最后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台机器的屏幕。这块屏幕标称色域为100%的 sRGB， 经过出厂校色，它的实测色域容积为100.8%的 sRGB， 色域覆盖为95.1%的 sRGB， 平均delta E 0.64， 最大delta E 3.81。它搭载了 ISO 的色彩管理软件，选择 sRGB 之后会切换到另外一个配置文件，同时默认屏幕亮度调整到120尼特。在这个模式下，它的平均delta E 为 0.73， 最大delta E 为 4.78。除了蓝色部分偏差比较大以外，其他的色准都不错。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它的屏幕均匀性，中央亮度在410尼特左右，右下角会偏暗一些。最暗的一个色块亮度为367尼特。响应时间方面，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18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29毫秒，全亮度 DC 调光，应付日常工作肯定是够了。总的来说 ，ThinkBook 16P 的屏幕表现不错，无论是分辨率、长宽比还是亮度都是良好的水平，自带的色彩管理功能也很实用。但如果使用9000P 系列的同一块屏幕，那相信它的表现会更加全能。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屏幕素质较高，自带 ICC 校色文件。今年联想大火离不开在屏幕规格上的升级。这块屏幕集成了高亮度、高分辨率和宽比例，还自带了色彩管理，很适合那些创意设计类的工作。第二，机身较薄，同时配置较高。这台电脑最后处只有20毫米。以往这种体型的全能本大多都是带一张1650或者3050这种入门级别的独显，但是 ThinkBook 16P 给到了3060，比同定位的全能本配置更高。第三，高负载运行时风扇噪音较低。这台电脑满载运行时噪音只有46分贝，相比常见的游戏本要安静很多。聊完这台电脑的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 ，USB-A 全部位于后侧，日常使用不方便。可能是控制机身厚度的原因啊，这台电脑把 USB-A 口全放在了后面，日常接鼠标、插 U 盘的时候不太方便。另外，它没有配备 HDMI， 对于一些需要外接屏幕的场合就需要转接了，会比较麻烦。第二，高负载下性能释放比较保守。ThinkBook 16P 采用了 R9000X 同款的散热模组，根据我们之前的测试，这套散热的潜力并不弱。但是呢，这台电脑的调教偏保守，实际的性能释放和游戏本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第三，没有采用高刷版屏幕。这台电脑的定位是全能本，其实没高刷新率也无可厚非。但对于这么一台方便移动、配置不错的机器来说，如果有高刷新率屏幕，那用户覆盖面就能更广了。综合下来，这台电脑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控制重量和厚度的同时，保持较高的配置，是一台典型的创意设计 PC。我会更推荐那些对于屏幕素质有一定要求，希望外出时电脑更便携，且对性能有一定需求的创意工作人士选购。那如果你对性能的要求较高，那满血释放的游戏本可能是更值得考虑的。这台机器的关注度比较高，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它平衡了性能和厚度。我们消费者的确追求高性能，但并不是纯高性能，否则早就去买台式机了嘛，也不会考虑笔记本了。笔电之所以有市场，是因为它能很方便的在多点之间移动。所以说，这类配置不输游戏本、性能释放相对保守，但是身材控制的比较好的全能本，大家就会比较眼馋了。不过，这台机器的一些细节还需要再优化。
我更希望它能优化板载内存的性能，以及加入更多的性能调节档位，优化一下接口，甚至加入高刷新率屏幕。也许这样的设计，它就会成为玩家心目中的理想笔电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一键三连，点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帕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们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帕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